连续4年，我居然去了4次新疆。其实很难去描述新疆的样子，它可以有着无数种的样子。幅员辽阔的新疆，有着全中国1/6的国土面积。而如果用简单的方式划分，天山以南被称为南疆，而天山以北被称为北疆。此行我们的目的地是一路向南，途经喀什，去往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然后返回，从和田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再途经库尔勒，最后回到乌鲁木齐，全程超过4000公里。光是从乌鲁木齐开车到喀什就有超过1500公里的路程，我们足足开了2天。直到第2天清晨，我们才偶然到达了本次行程的第一个目的地。说是偶然，因为完全是临时起意，纯粹这是最顺路的景点而已。但没想到，这却是新疆给我的第一份大礼。我们现在在温宿大峡谷，然后现在特别的冷。在景区门口远处的草丛中，我们居然还发现了中华对角羚的身影。大峡谷的壮阔还是让我们始料未及。当无人机升起的那一刻，我们恍惚进入了美国西部大片一般。巨大的峡谷之中，我们几乎成为了唯一的游客，在大自然中显得如此孤独和渺小。这也是在新疆旅行我最真切的体会。红色的岩壁在阳光的映照下更加的浓烈，时间悄然在上面留下的痕迹却如同精心雕刻一般，细节丰富，让人充满了尽情想象的空间。我们现在来到了喀什，美丽的喀什，不对，叫喀什噶尔。喀什噶尔。当天傍晚，我们终于到达了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地喀什。晚餐是新疆各种美食。第2天一早办完边防证，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前往喀什古城。这座大名鼎鼎的千年古城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那如同迷宫一般的向导，有着足够的神秘气息。初冬的清晨，许多店面并未开门，显得有点萧条冷清，而弥漫的烤馕香味早已钻进了记忆深处，这是与众不同的人间烟火气。在喀什古城总有新鲜的体验，比如蛋是烤着吃的，小到鹌鹑蛋，大到鸵鸟蛋，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蛋。就连鸽子也和常见的不一样，貌美优雅，如同贵妇一般。而在喀什古城最美好的回忆是那家100年老茶馆，这里因为是追风筝的人的拍摄地而被大家熟知。整个茶馆人不少，但游客寥寥。我们点了1壶玫瑰奶茶，在一群老头中间显得有点格格不入。这是一位老者，目光矍铄，面带微笑地坐在我们面前，指指墙上的画，然后指指自己。我们恍然大悟，原来他是画中的舞者。随即老人顺势做了几个动作，身手矫捷，灵活轻盈。那时从喀什到塔县的路还没有修好，虽然仅仅300公里，我们却开了一整天。这段路上可以看到白沙湖和卡拉库里湖，
以及被称为冰川之父的穆斯塔格峰。白沙湖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却和网上的样子大相径庭。没有温柔的蓝，结冰的湖面有着硬朗的线条，如同一块布满裂痕的巨大玻璃。而冰川之父穆斯塔格峰仿佛一直在指引着方向。卡拉库里湖同样早已结冰。赶在日落之前，我们到达了金草滩，一片金黄的湿地。背景是远处的穆斯塔格峰，新疆的壮阔再一次震撼着我们，身心感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第二天，我们从塔县出发前往和田，因为路途太远，我们在沙车过夜，匆匆一夜后继续赶往和田。而在和田的那一晚实在太美好了，预定的酒店楼下就是和田夜市，各种新疆美食吃不够。这个超好吃，甚至还加量赠送了维吾尔族歌舞表演。我们来和田的目的是想体验从和田到阿拉尔的沙漠公路。作为全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总是充满了令人敬畏的神秘感。面对无边荒芜的极简世界，我们充满了兴奋。从阿拉尔出发，我们算是正式踏上了归途。路过了塔里木胡杨林公园，虽然知道早已错过了胡杨林的最佳观赏季节，但我们仍然决定去看看这些孤独的巨人们。高耸的树干如同风化了一般，亲眼所见，我才明白何为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烂。超过1000公里的回程，我们开了2天。到达乌鲁木齐后，还有多于1天的行程，我们决定找一个周边的景点看看。而如同几日前与温宿大峡谷的美好不期而遇，这一次我们同样收到一份临别的大礼。早上出发，雾蒙蒙的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随着雪越下越大，预计要去的安吉海大峡谷我们只能放弃，转而去了相对较近的努尔加大峡谷。在去往峡谷的路上，大雾逐渐退去，雪也开始停了。随着峡谷的临近，路变得崎岖，而天空有了更加丰富的色彩。天亮了，太阳升起，红色的峡谷在雪和阳光的装点下变得斑驳。返程的途中，我们居然看到了雾凇，这对于在南方长大的人来说，太过于奇幻和不真实，震撼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离开新疆之前，我们去吃了一顿自助餐，菜品没什么印象了，
而维族的歌舞表演却让人印象深刻。而后来因为航班延期，在乌鲁木齐多出来的2天时间，除了继续的美食之旅，我们还感受到了更加隆重的全民狂欢。再次的南疆之行已是2022年的夏天，阔别2年半，当初令我惊艳的大峡谷名气高了许多，而商业化成为了必然。我已然没有了初见时的欣喜若狂，但不得不说，这里依旧是一个值得推荐的地方。正值暑假，作为南疆代表的喀什古城，大街上挤满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百年老茶馆也成为了大家争相打卡的景点。于是我决定逃离人群，探寻真正属于这座古城的日常寂静。我们继续向帕米尔高原进发，原先颠簸的道路已经变成了通途，成片的雪山比我印象中还要震撼，有着逼人的气势。这一次，我终于亲眼看到了白沙湖温柔而斑斓的蓝，卡拉库里湖与穆斯塔格峰如此相映成趣。而不出所料，这2个地方被围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景区。不过好在广袤的新疆，美景是围不住的。塔赫曼湿地如同将绿色的水彩颜料浸染在褐色的大地之上，肆意挥洒，一笔勾勒而成的河流点缀其中，一直延伸到远方。班迪尔蓝湖是镶嵌在高原之上的翡翠，浓郁到饱和度超标。可以一次走完一生弯路的盘龙古道，30多公里的山路有着639个弯道，从天空俯瞰，如同一条蜿蜒盘旋的神龙，绝对是现代工程的神迹。整个行程中最特别的经历是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塔吉克婚礼。能参加一场塔吉克传统婚礼是要靠运气的。虽然我在出发前许过愿，却没想到能轻松地如愿以偿。就是这位脸和发型同样帅气的塔吉克族小哥哥布里布里邀请我们参加的婚礼，旁边美丽的小姐姐是他的未婚妻巴哈古丽。但不要误会，这其实并不是他俩的婚礼，而是亲戚结婚，他们来帮忙而已。我们被邀请进屋落座，手抓饭和现宰的羊肉是塔吉克人待客的佳肴。主人家的好客化解了我们的紧张和尴尬，而全民舞蹈则让我们很快打成一片。塔吉克人因为对老鹰有着深厚的情感而被称为鹰的民族，这种看似随性的舞蹈则被称为鹰舞。无论男女老少，
都能随时随着节奏翩翩起舞。当然，他们也会热情地邀请客人共舞，欢乐的氛围可以轻松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个人。得知整个婚礼会持续2天时间，于是第2天我们又不要脸地来了。昨天只是预热，今天才是重头戏。迎亲的婚车在大家的舞蹈中缓缓驶入，而众人也终于有机会一睹新人的风采。这样一场婚礼是我前所未有的特别体验，也是自然风景之外新疆的另一种美。那些纯真的笑容治愈了我，每每想起总会感到心情愉悦，如沐春风。去了南疆，对新疆开始上瘾的我决定再去北疆看看。2020年9月，我后知后觉，突然意识到北疆的秋天到了，于是匆匆约上2位小伙伴一起出发。这次我们一路向北，从乌鲁木齐途经布尔津，到达禾木、喀纳斯以及边境线的白哈巴，然后返回乌鲁木齐。途中会经过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全部行程超过2500公里。布尔津是一个中俄边境上的小城，狗头鱼是这里的特色美食，附近有个五彩滩景区。秋日的树木、河床、远山还是蛮漂亮的。大风之中，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北疆秋日的寒冷。第2天，我们继续赶往禾木。禾木是布尔津县的一个图瓦人小村庄，也是喀纳斯景区的一部分，被誉为神的滞留地。我对禾木的初印象是陈老师的《流浪者之歌》的 MV， 而禾木真实的样子也的确满足了我所有的幻想。在禾木那不到24小时的时间，我方才明白为何大家用简单却又如此形象的话说出“秋天是一幅画”这样的句子。从禾木到喀纳斯，没想到好天气没有坚持住，我们迎来的是秋日的阴霾。而神奇的是，虽然天气欠佳，但喀纳斯的水依旧有着好看的色彩。白哈巴也是喀纳斯景区的一部分，距离喀纳斯不到70公里。这里被称作西北第1村，与哈萨克斯坦一河之隔。整个村庄其实蛮无聊的。第2天一早，没想到飘起了雪。比起阴霾，雪后初晴的天地真的如同民宿老板所说，美得很。今天我们将前往克拉玛依市的乌尔河，这里有一个魔鬼城景区，但恕我直言，要看雅丹地貌完全有更好的选择。
不过这里的确是一个拍照片的好地点。而接下来的赛里木湖才是我新疆之行的 VIP。4次新疆之行，我居然去了3次。赛里木湖位于天山山脉之中，面积458平方公里，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所以又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在古代，它被称为静海。在我看来，这里的确就是高原之海。它的蓝色如此纯净，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那天寒风凛冽，我们沿着赛里木湖开了一段路，便遗憾离开了。第2次的新疆之行就在意犹未尽之中匆匆结束，于是便有了来年的故地重游。又是金秋9月，我们再次踏上了北疆的追秋之旅。第一站就是每个中国人应该都听说过的吐鲁番，这里可是有一座人尽皆知的火焰山。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而说到吐鲁番，就不得不提葡萄，因为天气干燥，居然可以看到葡萄在架子上原地风干的神奇景象。那个下午，我们去了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库木塔格沙漠，但因为防疫检查的原因，导致我们到达的时候已是黄昏。但我永远会记得那天夕阳很美。摸黑2小时开回吐鲁番县城，还好有架子肉在召唤我们。喝着酸甜可口的卡瓦斯，大块吃肉的感觉实在太幸福了。如果说喀纳斯在中国是人尽皆知的秋色天花板，那么距离乌鲁木齐很近的江布拉克则是一个鲜有人知的小众赏秋目的地。被收割过的麦田显得更加整齐，如同金色的毛毯平铺在起伏的大地之上。我想，如果梵高的麦田有现实版，那么或许就是这个样子吧。西门塔尔牛有着和周围环境相得益彰的高级配色，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对于我们这样的闯入者，他们总是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姿态。夕阳时分，温柔的光线把山坡染得更加鲜艳，一瞬间我也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同样在布尔津休整，我们赶到县城的时候已经天黑，俄罗斯风情的照片也就拍了这么1张。第2天我们出发前往禾木。禾木今年的叶子明显没有去年黄，但对我来说这并不重要。故地重游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喀纳斯，我们留了2天时间在这里。在景区里面徒步，我才真正的触摸到了喀纳斯的美。从喀纳斯返回，克拉玛依市的乌尔河依旧是返程绕不开的地方。这里的确也没有什么好逛的，我们只好选择去了一片胡杨林。接下来的赛里木湖之行弥补了上一次所有的遗憾。从西伯利亚远道而来的天鹅是最亮丽的风景线。我们住在景区里面像房车一样的酒店里，房间非常的特别，但几年后听说因为环境保护的原因，景区内所有的住宿设施都被拆掉了，这也成为了我无法再复制的特别体验。晚餐在酒店吃了湖里的特产高白龟。赛里木湖本来没有鱼，
这种鱼类是从贝加尔湖引进而来的。第二天清晨，整个世界沐浴在一片金色之中。迎着日出，我又去湖边拍天鹅了。这群不惧寒冷的家伙居然有了一丝仙气。下一个目的地是琼库斯台，这里的原始是我意想不到的。翻过了4座大山，差一点天黑，我们才到达这里。虽然是秋日，可大地还是一片绿色。短暂的一晚，清冷萧瑟，而在这里，我拍到了纯净的星空。第二天一早，我们决定在周边转转。如果有时间，推荐大家去乌孙古道徒步，全程6天左右。对于我这样的普通游客，显然望尘莫及。在附近的森林里，我们发现了几只雪地松鼠，它们号称宠物松鼠界的劳斯莱斯，而天山脚下正是它们栖息的地方。赶在中午之前，我们从琼库斯台出发，忍住无处安放的饥饿感，再次翻越4座大山，直奔特克斯县城。说到伊犁的这座小县城特克斯，很少有人知道，但它的别名非常响亮，八卦城。街道按照八卦方位形成了64卦，从内向外连通。八卦城里的街，每条街道也根据八卦卦名命名。整座城市从天空俯瞰，如同一个巨大的八卦，强迫症会感到极度舒适。当然，最美的时候一定是夜晚灯火亮起的那一刻。对摄影师而言，拍照才是正事，但没想到后来回忆起来，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一顿烤羊肉串，炭火加上简单的调料，朴实无华，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羊肉的鲜美。店家自制的卡瓦斯，麦芽的香气夹杂着蜂蜜的微甜，喝完嘴里会回甘，而且气特别足，有一种开香槟的感觉。从特克斯到巴音布鲁克，我们的目标是号称中国最美公路的独库公路。虽然仅仅是一小段而已，但我依旧被这里的秋色所打动。其中更加吸引我的是，在面积约 2.3 万平方公里的湿地之上蜿蜒的河流，它们如同大地的血管，生生不息，滋养万物。而那时的我已经开始幻想这里夏天的样子。没错，就像网上所说，新疆的夏天是封神的夏天，大地和山峦都换上了绿色的新衣，野花遍地，处处都是 Windows 桌面。在徒步天堂下塔，穆扎尔特雪山如同巨人一般，穿越亿万年而来，霸占了大部分视线，吸引了所有的目光。而夏天的赛湖则更加让人着迷。比起秋日的深邃，夏日的湖水有了更多的层次，同时也在随着天气变化而悄然变化着。秋日枯黄的山坡变成了青青草原，走向山顶的另一面，果子沟大桥向着山间蜿蜒，有着优美的曲线。任何的迟早，在新疆面前都是如此的贫乏。而我的4次新疆之旅，不过是这片广袤大地的一粒尘而已。